现在在旁边呢，我们其实看到的呢，就是正准备火葬哦。那希望大家也不要太在意，就是我们把世界各地不同的民俗风情介绍给大家。因为尼泊尔走向的是印度教哦，所以呢，水葬啊、火葬啊等等啊，跟印度呢有相同的异曲同工之妙哦。你看看这附近的全部都是火葬场哦，一个一个扩大哦东西哦。那这也是尼泊尔人哦，他们生活在这个地方。你不要以为是在烤肉啊，或者是在用什么拖油给啊，不是啊，他们其实呢就是在做火葬。在三面环山的加德满谷谷地呢，海拔1300多米。城内城外的古今建筑交错着哦，印度教寺庙神望遍布城中。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很特殊的火葬仪式。对大多数的人来讲啊，其实火葬在很多地方都有哦，但对印度教教徒而言呢，死亡只是一个轮回的入口。他们不畏惧死亡，也没有像我们在亚洲把死亡看得那么严肃哦。他们重视的是来生跟这个永恒不息的轮回。信奉印度教旁支新都教的那个巴厘岛人也是一样哦，包括巴厘岛啦、尼泊尔啦、印度啦等等的，都是一样的情况。将对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伤的这个情况呢，是中国的儒家，所以以前中国的人呢，他是不会对火葬有所接受的，对吧？以前呢，中国是不可能的。跟耶稣死后复活奇迹的早期基督教国家而言呢，遗体也是属于神圣的。但是对印度教来讲呢，就是不一样了哦。印度教教徒一开始呢，身体只是让灵魂神识攀附的工具哦。人死了哦，这个灵魂呢，也离开你的肉体哦，它就变成了不重要，这个臭皮囊就对了。所以他们认为呢，将这个人的身体呢予以火化，才能促使灵魂意识不再拘泥于这个肉体上面，迅速的超脱，远离现实世界换到另外一个世界，这才是印度教重要的精神。所以在印度教从一开始到现在就已经有火葬了。但是我们认真的来讲以前的在台湾社会以前，你嘛袂使火葬物哦。你要看农业社会那个时候，台湾哪有你火葬哦？你火葬人家会骂哦，会告诉你说的这怎么可能呢？没有保留完整的那个遗体的，不可以哦。但是在这边呢，刚好是印度教的概念的跟想法呢是完全相反的哦。印度教重要的经典的梵歌写的就像脱去了旧衣服，然后穿上新的，死后灵魂会离开身体，然后获得一个新的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到非常多的这个情况哦。这也就是我们来到了尼泊尔我们会看到的有一点呢是一样的。你看这个有没有？在埋葬之前这个就是在埋葬之前呢会替他们洗身体那这个是一个习俗啦我们特别打上了马赛克那让大家可以知道一下也就在河边洗你看跟印度的恒河是不是一样所以对他们来讲这没什么这真的没什么对我们来讲呢，哇塞！我告诉你，隔天可能上头条新闻了。但是在尼泊尔这种崇尚印度教的地方，这是没什么它就是人死后呢，在河边晒晒嘞拿两把火刀丢一下呢，就烧起来了，有没有2把火丢了就烧起来，然后看看他们的一些仪式，其实我们不是很懂的印度教的仪式啦对印度教的人来讲，当地人来讲是习以为常，它就像一般呢，在路上随便看到的东西是一样的但是对亚洲社会来讲呢，是非常大的禁忌，很多人更是忌讳，唯恐避之而不及但是对老外来讲呢，老外也不太会在乎这一种感觉所以这边呢围绕的人就很多。
我们把它当做一个习俗去看待它，重视祭祀的仪式，视恒河为圣水啊，圣河。以平常的心面对着死亡跟遗体的印度教教徒呢，公开毫不避讳的就在河边露天当众的焚烧尸体的火葬仪式呢，成了印度教当中最奇特、最神秘、最吸引外国游客驻足观赏的奇风异俗。我相信很多人会很在意，但是我觉得世界无奇不有啊哦。你说在台湾还不是天天一样哦，火葬场也是很多，只是它不是公开的哦。你说在战争的时候也是一样啊，只是社会越进步，大家对于这种仪式呢越觉得不可思议哦。怎么可能让人呢就这么明显的在外面，对不对啊？观看尼泊尔火葬最佳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帕斯帕提纳神庙附近。其实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就叫帕斯帕提纳神庙哦，在西元5世纪建造，占地260公顷，是帕斯帕提神庙。供奉的最受欢迎的是印度教教徒最喜欢的叫做什么破坏神湿婆。位在有小恒河之称的巴格马蒂河畔的帕斯帕提庙，主体建筑是一个四边对称、双重有斜坡的大屋顶的塔庙，环绕着主殿，众星拱月的建造了许多的小寺庙，就在这个帕斯帕提庙的附近。那这里呢，也可以看得到哈一整排的湿婆神啊。那这里也是印度教苦行僧隐居的山洞，这里呢还有古代寺庙及遗迹。当然来这边帕斯帕提庙已经不重要了哦。来到这边呢，已经变成了什么？看这个火葬的仪式啦，变成重点了。有没有看到哈？前面这个就是帕斯帕提庙，看到没有哈？这金色的金色的屋顶啊，银色的房间，那装饰精美的木雕的浮图哦，都可以看得到啊。还没有走到河边，站在山坡上的庙宇呢，你就可以看得到哦。水泥平台上面正在燃烧的丝木哦。削起来啊，用对这个德草顶管的，安尼慢慢它切开来啊。那这里不是印度哦，这里是尼泊尔的加德满都。这里一共有9个火葬台，跟 Seven 一样哈，24小时营业哈。在这边呢，2个在桥上啊，是皇家及贵族专用的哦。皇家跟贵族有专用火葬场啊，那皇家跟贵族呢，在这边也是一样的，时候都一样啊，就在这边烧一烧了哦。那上游跟下游不一样哦，皇家跟贵族在上游哦，下游的7个呢是给一般人使用的哦。印度教的葬礼呢，讲究的是平静的悼念啊，很安静的。那死亡者的家属呢，都会很平静，不会有哭的死去活来的情况哦。他们也认为，因为他们认为呢，人死后其实是到另外一个世界更好，所以呢，但是你说完全不哭也是没有啦哈，但是比较少看到那种哭泣的情况哦。那他们也不太会哭泣，因为他们认为印度教人认为啊，如果你哭泣，会使得他们呢不能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哦，舍不得离去。因为尼泊尔人习俗是人往生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将尸体火化啊，而有限的火葬台呢，常常呢是供不应求。你不要以为看得很可怕，它也供不应求的。来，那我们现在呢离开了哦。那我刚刚讲的了这个24小时之内就必须火化掉的啊。看完了特殊的火葬仪式，我们又回到了市区的加德满都。这里好像缺油，所以他们在等着排队，等着加油。这里没有很少大道有红绿灯，是有警察在中间指挥。
inside? Flower? What is inside? Nothing, just wool, right? Wool, yeah. Wool. Ah, just wool. Just wool, yes. Okay. This is cotton lamp. Ah, cotton. Thank you. Then whatever. 就5、6牛，搞不有很多印度教的家里面，他们的家的前面，家的前面，他们应该会有一个小小的牌子，他们就会有种这个那个鹿肉。他就每天的早上就前面的这个是湿婆神代表的，印度教里面湿婆神是毁灭神，然后他就会有毁灭坏东西、坏事情跟坏人。然后这个建筑的本来的传统的意思就是智慧的意思，然后智慧的光，有智慧的光才会有灭掉我刚刚说的这样的不好的东西。所以我们的每个寺庙就湿婆。这里所供奉的呢，就叫做湿婆神。湿婆神呢是在印度教里面呢叫做毁灭之神哦。这也是最多人来供奉的哦。单张的创造的职能有诸多的化身哦。你有时候可以看得到他骑着一头白牛哦，其实很好认哦。湿婆神骑了一头白牛，佛教的文献称他为大自在天，往色界之田的3000界之主。印度教认为呢，他是毁灭有再生的含义，也代表的有生殖能力的男性生殖哦。只是他们创造力的象征呢。那受到信力派跟湿婆派教徒之间的崇拜，湿婆最大的武器呢，就是他额头的第3只眼睛哦。这个眼睛呢，能够发出毁灭宇宙间所有东西的神火。在每一个宇宙期之末，湿婆就会睁开他的第3只眼睛，宇宙当中所有的天神跟人畜都会被他的神火所毁灭。湿婆的另外一个武器呢，三叉。那个戳是不是哦？据说呢是闪电的象征，所以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地方呢，也就是供奉最多印度教人供奉的湿婆神。那湿婆神呢，也是苦行之神哦。终年在喜马拉雅山上的卡拉萨山呢，修炼苦行哦，也跟这个西藏普兰县的冈仁波齐哦，通过最严格的苦行跟最彻底的沉思，获得最深奥的知识跟神秘的力量哦。所以帕斯帕提苦行僧的续法蓬头垢面，将皮肤暴露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当中，全身涂抹了炉灰。我跟你讲，你到印度哦，还是到这个尼泊尔调还看种完全无洗身躯哦，嘛无加他们的哦，就是我说的蓬头垢面。全身都是白白，它是涂满了炉灰哦。然后呢，他带着象征湿婆神的三叉的那个战，象征闪电的哈。然后靠着施舍过活。这些苦行僧你别小看他，他必须忍受剧烈的痛苦，然后呢绝食，常常躺在布满钉子的床上，走在火热的木毯上面，喝尿吃屎等不合常理的事情呢，以苦为乐，今生遭受许多苦难，能够还越多的罪孽，通过吸食大麻醉精神来与神灵进行沟通，不为今生修来世啊！哇，听到这些，在现今的社会当中，你是不是觉得他非常的不可思议啊？对吧？哦，他的不可思议呢，超乎你的想象之外的吧？这也就是他最特别的地方。那现在，这个地方对于尼泊尔的佛教徒来说，水卧佛象征着观世音菩萨。然而，这个寺庙呢，除了印度教教徒以外呢，其他人不得入内。这是很特别的。看这一尊漂浮在水面上的雕刻，水卧佛就平静地躺在这个水池的中央。四周环绕着许多的巨蛇阿难塔。那蛇身环绕在这个佛上面呢，舌头呢高举着呢。这是警戒的守护者的4倍的手持法器的赖那扬。赖那扬的法器呢有很多的含义啊。它这个法螺呢象征着这个心灵呢，海螺象征着自然元素。其实呢说了很多我们自己都搞不太清楚了因为它这个宗教呢已经有一点像是印度教跟佛教之间的融合了
在这个地方呢，也在加德满都以北近郊的地方啊，在这个叫做水卧佛。那这一个佛陀呢，还蛮值得看的哈。水卧佛呢，就建在西元7到8世纪啊，就我们刚刚看的，身长5米，一整块石头雕刻而成，是理查韦王朝时期呢，毗湿奴国王的3大杰作之一。水卧佛呢，也是毗湿奴经常出现的化身，赖那扬，这个依靠宇宙之海的万物创造者，其肚脐呢会生出莲花，莲花孕育创造出世界的婆罗门，这就是赖那扬啊，听起来有点复杂，对不对？其实我们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因为印度教真的它的神明神祇呢实在是太多了哦，多到一个不得了。那现在这个呢，应该是在纺织，是不是啊？还是在织那个蚕丝啊，也不晓得啊。来，那我们呢离开了水卧佛呢，我们现在呢还是继续呢在整个加德满都的市区里面呢做旅游。我们沿路上看到了很多的尼泊尔的摩托车在排队的加油啊。尼泊尔有很多的地方呢，其实发生了日常的燃油煤气的慌乱啊。在尼泊尔的印度裔当中呢，也因为缺少日常必须而无法庆祝一年当中最重要的节日德赛节啊，就是中国的春节一样的意思啊。所以呢，尼泊尔现在呢，尼泊尔夹在印度跟中国2个大国之间的内陆3国。所以它的基本上的民生物品呢，大部分都由印度其中一方呢来进口，包括食品啊、燃油啦、跟医疗等等哦。那现在的尼泊尔呢，正准备了大举的向中国引进这个燃油，然后解决它的燃油之荒。不是红庙啦，不是，是应该是四眼天子佛。让人投币了。现在看到的这个地方是在加德满都附近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方，叫做四眼天神庙。很多人又把它称为叫做瓦扬布纳特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佛教寺庙。传说佛祖释迦牟尼生前曾到此讲佛，并收了1500个弟子。这个寺庙的历史非常的早哦，那早于加德满都的历史，比加德满都之前还要早。远古时代，听说加德满都是山谷里的一个大湖。原始的7佛当中的毗婆佛师是湿佛，在佛教认为释迦牟尼的前7世都是佛，毗婆湿佛是前7世7佛当中的一位佛，在这边呢投下了
那个莲藕的根啊，预言这里会长出发光的莲花，湖水会变成富饶的土地。后来呢，在这个湖当中果然长出了会发光的莲花，因而取此地的名称叫做斯瓦扬布，意思就是字体发光的意思哦。所以在这边呢，文殊菩萨听闻此事，特地从中国的五台山赶到此处，一见莲花，立刻感知莲花之所以会发光，是因为花当中有一种字体发出光彩的大梵天佛像。所以呢，取出了神剑，将山劈开，让这个湖水呢流泻出来，使这个湖泊呢成为富饶之地。文殊菩萨跟这个大梵天神呢相会，解决了山谷与人民交通往来、耕地稀少的问题。这也就是加德满都谷地的由来传说。那文殊菩萨见到这个地方很喜欢，于是留下来长期修行了。连当时的国王上帝斯利都受到其感召，在这个地方呢皈依佛门。当地的人呢也感激当时的文殊菩萨呢辟山造福了人民的恩德，所以呢，为了纪念他，每年2月的春王节，许多的老百姓还是呢会到文殊菩萨庙敬献香火。现在在文殊菩萨旁边的岩石上，还有当年文殊菩萨留下来的足印，供人参观，就在四眼天神庙。这个地方呢，猴子很多哦，据说他们的老祖宗全是文殊菩萨头发里面的抛散变成的。所以这里的猴子是不能赶的了啊！所以此处的猴子呢，非常的神圣不但当地人视为神明当地的这个庙中的僧侣定期供养之外，还称此庙为猴庙，所以这里的猴子特别的多。那我们现在呢，就也来到了这个四眼天神庙这个非常有名的地方哦。那这当中呢，还可以看得到广场有一个许愿池，许愿池当中呢有一个金身的小佛像佛像前面有个小容器，是让人民的投币进去，然后你丢了进去之后呢，你就可以取得你的愿望了。这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四眼天神庙的特别之处那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特别的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列为世界文化保护遗产的宝达佛塔，世界上最大的佛塔一般被誉为尼泊尔佛塔的建筑象征。所以这里你说它的历史重不重非常的重要慢慢的欣赏，慢慢的去看呢，你才可以了解到加德满都充满着印度教跟佛教之间两种宗教派别的渊源。Io sto qua. Ecco, inizio.
可以看到整个城市。在尼泊尔的加德满都，这个四眼天神庙这边呢，其实呢，受着印度教自然崇拜的影响也有充斥了这两种宗教色彩啦。尼泊尔除了代表恶魔的水牛、代表厄运的猫以外呢，其他的动物呢，几乎都被印度教视为了神明，非但不敢伤害还予以保护啊。出现在神话故事里面的动物呢，更是不得了有如镀金一样，受到信徒的膜拜。湿婆神坐骑的黄牛，专报喜讯的乌鸦，死神亚马的看门者狗，跟印度史诗当中帮助创造斯宾努化身为罗摩王子从石头魔王罗波那手中夺回妻子的神猴啊。所以高萨那告啊，他们这个州长呢是非常非常的自由自在的而且呢，在尼泊尔的餐盘当中呢，荤食大致上只有鸡肉。因为动物大部分是被当作神明来崇拜的，而非当作食物享用，所以当地的动物呢，应该是全世界最幸福的所以呢，代表恶魔的水牛跟代表厄运的猫是不被他们喜欢的之外呢，大部分都是喜欢的那在这当中呢，也说呢，印度教的人深受了轮回概念的影响安贫乐道，安于现状，安于种姓制度。其实种姓制度呢，也是印度教最可悲的地方种姓制度呢，极端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呢，让这一辈子很多的印度教世世代代呢都没有办法翻身，目睹的贫富之间天差地远的现象。来到尼泊尔，会让你看到世界另外一面。想起了低种的种姓的小孩走进高种姓专用的道路被火丢进去焚烧。跳艺术就是你是贱民，不能走到贵族的路到现在还在尼泊尔，还在种姓制度的印度教里面畅行着。贫贱的人民呢，在印度教的国家当中，不如狗连动物都不如，很可怜。这也就是印度今时今日还没有办法发达起来的原因之一。这也是我们听到印度很多的负面新闻都是这样来的。虽然我们现在不是在印度，是在尼泊尔，但是尼泊尔跟印度一样畅行的种姓制度。在你路上你看到的很多的所谓的他们种姓制度里面最低等的叫做贱民，他们甚至连一旁的猴子都不如，甚至呢，任何一个贵族的人都可以对这些贱民做任何不平等待遇的手段。这是在现今我们的社会当中还看得到很多我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那这也是在印度教里面或者是你环游世界当中，你可以看得到世界各个不同的民族风情、人民的道德观念，这些我觉得几乎都存在在我们周遭所有身边的一切。希望像我们在介绍的尼泊尔啦、印度啦，或者是不丹啊、西藏啊等等这些地方呢，能够为大家带来更不同的视野啦。也可以借由看到尼泊尔这样子的方式，能够了解到台湾的幸福与经济的繁荣是多么得来的不易。